美国现在呀，这是开始明抢了，首次就冻结了2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资产，美国已经开始了围剿中国的节奏。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美国呀，现在是财政部这边以这个违反美国对伊朗的石油禁运为这个理由，一下子把中俄巴缅37家企业就给制裁了。其中呢，有咱们中国企业28家，其中有2家，美国直接把他们的资产在美国的资产就给冻结了。这2家呢，一家是环球海洋船舶管理公司，还有一家就是在上海开发区搞的这个上海轩润船运公司，一下就给把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给冻结了。要说这个事情呢，真是美国首次冻结了我们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资产。要说起这个事啊，其实我们有几点是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你说这个事吧，它虽然不是说单独的针对我们中国的公司，它整体的理由呢是根据美国对伊朗的那个禁运的有关法案来往下搞的。但是呢，这可足以看出美国他把自己摆成最高的位置，也就是说，他这个国内法的那个效力和国内法的位置啊，远远高于这个凌驾于别人的主权之上。这完全就是老子天下第一这个姿态嘛，这就是美国那个所谓的长臂管辖，这足以见得美国的霸权现在还是非常的强大，霸权的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第二呢，我们可以看这个虽说不是说它专门针对中国，但是这里边针对中国的意味是非常的明确了。它不是说直接拿中国来说事，并没有这样，它是以这个它国内法这个条例，这里边还有这么打了这么一个幌子在这边。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呢，它也正好是利用这么一次机会来实施一定的报复。你看，就拿近期来说吧，在欧洲的慕尼黑的安全会议，就慕安会上，我们提出了我们的主张，这显然是美国在动摇美国为主导的这一套体系。另外一个最近呢，我们也加强了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伊朗的总统莱西刚刚访华，双方呢谈得比较好，双方未来合作的前景呢也很广泛。那这个时候美国来这么一手，很明显就是有报复的意味。但通过这一件事呢，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第3点，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美国在未来全面的对抗、遏制、围剿我们中国的各种做法的一次预演。虽然说只是2家公司在美国的资产总的这个资产量也不是很大，但是它在逐渐的形成这么一套体系，逐渐的它形成一点一点在细化这些步骤。美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它的设计是比较长远，而且做起来的步骤也是比较缜密的，它一点一点开始。如果说未来美国真要是和我翻脸动手的时候，相信他会做的比现在更狠，比现在来的面更广。俄乌冲突看到了吧，他全面的去制裁俄罗斯，发动西方的阵营制裁俄罗斯，这些东西早晚会用到我们身上，而且会有过之而无不及。